大家好，欢迎频道，我是 Horace。今天这一集是我高中就想要做的事情，一台完全没有风扇的游戏主机。那猫头鹰的 P1 已经发表了一段时间，但因为现今的零组件基本上是越来越耗电，要凑齐零组件实在是不简单，所以才到了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挑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与思维。那无风扇机壳它最有名的就是 DV4 与 DA2 这两款 ITS 机壳，但因为这两款它的价格高，而且几乎都不支援显示卡。那为了确保对流顺畅，还有加装显卡，这边就选了开放式机壳。就在这边挑了一个二手的铝合金裸侧架，有 USB 与音源的对应输出，还支援延长线的直插方案。那今天的主角无疑就是 CPU 散热器猫头鹰的 P1， 它这一款 1.2 公斤158 mini 高，无疑是 DIY 无风扇的顶点。那官方还是可以给你装风扇的，但因为今天就是要整台电脑无风扇，所以我这边加了一个无风扇的电源供应器。可以看到这颗全模组电源里头的橘色散热片与网板。那 GPU 是我找了好一段时间的1650的二手拆机显卡，它这个是没有风扇的版本，整张显卡双槽无外接的供电，那75瓦的 TDP， 主机板则依旧是老朋友 10700KF 加 Z490i。那上机测试前，我先把 P1 跟 D15 比较一下，可以看到 P1 的散热片的间距是更大的，毕竟都没有风扇了，要热散掉也不容易。对比无风扇版本的1650，它也是有比较大的散热片间距，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些无风扇的散热器的设计上的差别。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装好的样子，因为只有24片再加上 CPU 的4+4，所以理线是很单纯的。那基本我来做一个双烤测试。虽然说无风扇的系统拿来做双烤是还蛮残忍的，不过投票显示大家都想要看极限测试嘛。但显卡因为没有 BIOS 的设定可以调整，那这边 TJ 已经飙到了102度，这个时候其实我才烧5分钟而已。按照过往半小时的经验，我看再高10度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还是先关机了，把显卡改回传统的安装模式，毕竟热气热对流从下到上，那我横躺的截面积一定是比直立还要多嘛，那我希望这样可以有更好的热对流表现。重新测试我双烤半小时之后，温度总算是正常一点了。显卡的温度大概是84度，热点的温度大概是94度， CPU 则是 BIOS 一样定在95度。那这个时候它降频大概从 4.7 降到 4.2， 没有风扇还是有110瓦的功率，实在是非常厉害。GPU 则是在62瓦左右，整台无风扇的主机还有将近200瓦的功耗。那在地平线5的 2K 解析度中，我在特效调中基本上都是有60 FPS， 游戏的优化好，再加上适当的设定， 2K 游戏真的不是梦想。接下来我玩了半个小时来记录一下实际测试游戏中的过程与功率的表现。在 CPU 的部分，最高的温度是77度，没有发生降频的状况。 GPU 一样是94度，那这边跟我的烧机软体的测试大概是差不多的。无风扇的主机基本上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就换成没有风扇的 D15， 来看一下没有风扇的双塔还剩几成的功力。由于之前在显卡直立更标准安装差了10度，所以这一次我会把 D15 来转90度，确保它的热对流正常。但双烤半小时过后，频率已经从原本的 4.2 再降到了 3.3， 此时的功率已经不到60瓦了，可说非常的凄惨。那考虑到我今天是双烤，显卡就在下面加热空气，所以我就想说换成单烤 CPU 或许会好一点。这个时候功率就从 3.3 回到了 3.6， 那离 P1 的 4.2 又更进一步了。这个时候有70瓦的功率，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 APU 或者是你的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装一颗没有风扇的 D15 还是可以挡着用的，大概有 P1 2/3的功力。不过因为今天我的气温大概只有24度，然后再加上我是裸侧架，如果你装上一些玻璃比较多的壳的话，那我想应该会直接闷死在里头。建议大家还是找大一点的机壳比较保险。那在影片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这一次还买了可变色温的棚灯跟旋转展示台，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关于这样子的测试有什么想法与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我是 Horace，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